是赛尤里，好久不见。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想来跟你们聊一聊最近疫情之下我在加拿大的生活，还有这边的一些情况。其实上个月开始出门的时候有陆陆续续的拍一些片段，然后本来想剪成 vlog 的，但是你们也知道以我剪 vlog 的速度，估计剪出来疫情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就想要不就拍一次这种聊天类型的影片试试看。加拿大这边目前的情况呢是确诊人数有45000，然后我所在的 BC 省是有1853个确诊。其实很多人都说 BC 省的这个确诊人数有很大的水分，因为之前就很长一段时间BC 省的策略都是重点给医护人员还有重症患者做检测，然后如果你只是稍微有一些症状，他们是不会给你检测的。从上个月开始，加拿大政府做出了蛮多的硬性规定，比如说他们强制性的关闭了所有非必要性的营业场所，餐厅呀、奶茶店呀之类的，目前都不允许堂食了，就只能接受外卖或者是自取。然后像理发店呀、还有银行呀、还有公园都关了，就连我们小区楼下的小公园都有用黄条把那种公共设施就是全部围起来，然后小区里面的所有娱乐设施，像是棋牌室呀、健身房呀，也全部都不能再使用。最影响到我的应该是那个乒乓球室，就是以前我每次录舞都是去我们小区的乒乓球室里面录，然后因为现在进不去，所以最近一直都没有出太多的跳舞的视频。然后在家里因为空间不太够，所以每次录的时候就角度很奇怪，而且又只能穿着那个轻松熊睡衣，然后那个睡衣一是特别热，而且特别吃动作，所以就觉得本来角度就已经不好了，然后看起来又臃肿。哎，反正就是在家里也录跳舞，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我最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超市了。超市现在也有限制人流，就是每个店的门口都有专门的保安在那里控制进入超市的人数。超市外面也都有在地上画线，让大家保持所谓的 social distance， 就是大概2米的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然后我家附近的华人超市呢，还有硬性规定，每个进入超市的人都必须戴口罩呀，然后在门口也有提供一次性的手套或者是免洗消毒液。然后最近有一个连锁的超市，就是 TNT 大同华，还会在门口检测进入超市人的体温，里面的水果呀、蔬菜呀，还有肉类的，目前都还蛮齐全的。然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好吃的泡面是还蛮缺货的，不过现在也都补齐了。给你们看一下我囤的泡面，虽然现在都还没有用到，这些真的是我最爱的泡面品牌。然后现在超市比较难买到的是我蛮想不到的一个东西，就是鸡蛋。有的超市有限制，每个家庭只能买2盒鸡蛋，但是我经常去的时候还是买不到。然后完全买不到的东西有 disinfectant wipes， 就是那种消毒湿巾。然后还有就是厕所纸，那个真的是在实体店呀，还有网上的电商都买不到。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可能是华人区，所以大家的防疫意识还是比较好的。路上基本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戴口罩，然后其实除了在超市以外，就很少能够看到有人。还有这个我以前遛狗经常去的公园，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是我第一支 vlog里面拍过的那个狗公园。最近温哥华的樱花又开了，然后这条路特别的漂亮，以前就会有很多遛狗的呀，还有来这边拍照的，但是现在都是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蛮遵守居家令的这个要求的。自从北美这边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之后，我们公司在3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开始让能够在家里工作的职位的人都在家里工作，所以算一算我在家里工作已经1个半月了。然后这1个多月以来，我除了去遛狗还有去超市以外都没有出过门。总的来说，目前这种居家隔离的生活对我这种本来就一直宅在家里的人来讲，生活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还省去了上下班的通勤时间，而且还借此开发了我的做饭技能，然后有更多时间可以陪小辛迪，也多了一些时间来思考我的人生吧。
就觉得我还是蛮幸运，因为这次的疫情目前还没有太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无论如何，希望全世界各地的疫情可以早点得到控制，然后也希望看这个视频的你们都要好好的。我觉得还有蛮多想聊的，可能因为我平时没有什么朋友吧，然后就没有这样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的话。如果你们喜欢这种聊天类的视频，可以告诉我。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拜拜。